一个月交配上千次，直至浑身溃烂死亡。代幼为何如此疯狂？对于自然界中的动物来说，交配繁衍是它们必备的能力之一。然而，不同物种的交配策略也各不相同。对于一部分动物来说，交配行为会让它们置身于危险之中，所以为了避免在这种特殊状态下遭受攻击，老虎等猫科动物都会选择缩短自己的交配时间。而在澳大利亚地区，却生活着一种极其特殊的动物，它们一旦进入发情期后，就会连续1个月不吃不喝地进行交配，甚至单次交配时间可以达到14个小时。这种动物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澳洲地区是世界上有名的动物王国，在那里生存着许多脾气温和的有袋动物，而我们今天所讲的主人公名叫袋鼬，是一种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的神奇物种。它们的长相与老鼠十分相似，并且在大部分时间里，它们看上去都是温和无害的。然而到了每年的冬季，雄性袋鼬就会性情大变，一改往日的形象，从而变得十分残暴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每年的6到8月是澳大利亚的冬季，也是袋鼬进入发情期的时候。在这段时间里，雄性袋鼬体内的睾丸酮水平迅速上升，从而导致它们的攻击性大大增强，不仅喜欢对其他雄性大打出手，甚至对于异性都不存在求偶行为，而是毫不顾及对方的感受，直接暴力的强取豪夺。甚至在这个过程中，它们还会啃食配偶的身体，以至于很大一部分雌性都死在了交配的过程中。袋鼬的交配策略如此疯狂，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具体原因究竟是什么？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，发现雄性袋鼬和雌性袋鼬的寿命有很大的区别。一般情况下，雄性袋鼬在1岁时就会死亡，而雌性则可以活到3岁。而这种情况的出现，正是受到了它们交配行为的影响。进入发情期的雄性袋鼬，每次交配都十分疯狂，它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。与一只雌性交配完毕后，即使已经成功受孕，雄性也不会因此而满足，而是会继续寻找其他异性进行交配。他们如此疯狂，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的雌性生下自己的后代，从而延续它的基因。而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持续整整1个月的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们不吃不喝，甚至在繁殖期的最后一段时间，雄性袋鼬会变得更加疯狂，到处寻找雌性进行最后一次的交配。而雌性对于他们则是避之不及，生怕自己成为了被他们选中的幸运儿。由此可见，处在发情期的雄性袋鼬究竟有多可怕。那么对于雄性的这种疯狂行为，雌性是否可以选择拒绝呢？进入发情期的雄性袋鼬已经丧失了全部理智，面对异性的反抗只会让他们更加暴躁，从而进行猛烈的撕咬。所以对于雌性来说，拒绝是根本不可能的，而反抗则会更加痛苦，因此他们就只能默默祈祷交配赶快结束，除此之外根本毫无办法。在繁殖期结束后，等待他们的又会是怎样的命运？对于雄性袋鼬来说，发情期结束就意味着他们的生命走向了终点。连续1个月的交配让他们精疲力尽，浑身布满伤口，所以大部分雄性都会寻找一个安静角落，静静地迎接他们的死亡。那么他们采用自杀式的交配策略，真的值得吗？事实上，袋鼬的这种行为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。虽然他们在繁殖期结束后就会死亡，但是在他们的努力下，其后代的数量并不会太少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他们将自己的基因遗传给了后代，也就没有遗憾了。那么在他们死后，成功受孕的雌性又会经历怎样的事情呢？虽然雌性并不会因为交配而死亡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更加轻松。等到快要夏天的时候，雌性袋鼬的幼崽将会出生。这个季节的食物比较丰富，因此幼崽的存活概率也会提高。但是雌性袋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生下幼崽的它们身体开始变得虚弱，有一半的雌性袋鼬会因此而丧命。在死亡率如此高的情况下，袋鼬的生存状况会受到影响吗？如此极端的交配策略确实会给袋鼬种群带来一些负面影响，但是袋鼬数量减少的根本原因还是受到了人类行为的影响，并且到目前为止，袋鼬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